奉子营归队。回家了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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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给广陵王赵毅传了消息。赵毅，那个家伙在藩王里也是恶名远扬。您给他传什么消息？也没什么，提了2处，一个呢是朝堂对徐凤年顺利的离开武帝城不是太欢喜，另一个呢，徐凤年身边有绝色相伴。赵毅父子2个好色如命，您是想借赵毅的广陵军去试探徐凤年？可那家伙虽然臭名远扬，却也不是笨蛋。他真敢害徐凤年吗？为什么要害呢？大军吓唬吓唬徐凤年，让朝廷有点面子，然后顺带把那个丫头要走。一个丫头，佩良能说什么呀？徐凤年不会把人交出去的。赵毅又不知道徐凤年的为人，以他的处事，一个丫头还不如个物件。李前辈，赵毅的广陵军。 李前辈，这怕是要过千了。好不容易睡个踏实觉，麻烦。
红甲。魏爷爷知道这东西来历。我和世子一般年轻时，天下曾有4大宗师，其中之一便是这南国福将红甲。前面拦着那个就是。可这福将红甲人当年刺杀先皇，被人毛寒雕寺亲手剥了甲胄。这尸体和红甲都挂在旗上示众，这可做不了假。奇怪了，这红甲又是哪来的？会不会是福将红甲人的子女？不可能，天下红甲只有一副，如今该藏在皇城才对。我去试试。轮不到魏爷冒险。叔兄，李钱塘，借马一用，随你用。咱俩谁先谁后，出手也得分个主次吧。活的。还好，不是4大宗师里的福将红甲。谁说不是？那这福将红甲应该更强才对啊！这红甲出自龙虎，是上古战甲。可是很少人知道，这红甲可以分成5具，对应5行：金木水火土。这是水甲，大雨倾盆，威力最甚。那2个打不过他的，叫他们让开。停手！回来！朝我来的。这就完了？福将红甲一化为5，确实不如归一时强悍，可也不至于那么容易被击败。这都没死，虽身有死，这已经不算活人了。
他到底是人还是仙？知道他好强，我怕是对付不了。小舅子还真不好杀，硬杀没戏，再找机会吧。幸亏我练的是刀，不然瞧见前辈刚才这2剑，怕是落下阴影，再也没有提剑勇气了。你的刀也不怎么样。哎，呵呵，怎么样，小丫头？比不过白虎脸。那丫头是不错，可与我相差甚远啊。人家双刀舞的比你好看，嘿嘿，我也会漂亮剑法，长得也比你好看，啊，这也能比呀？所以我不做你徒弟，别想来。你的天赋真的不比外头那小子差，若跟我学剑，必成大器。我这身份，本事越高，死得越快。你怕姓徐的小子杀你啊？我看他舍不得。呸！那家伙阴险毒辣，什么事做不出啊？我教你啊，保你胜过他。不学，练武太苦。想学的时候记得告诉我啊。为什么非要教我？你天赋不错，还有那蛮不讲理的精气神也合我心意。嘿嘿。他呢？那小子天赋不错，只是心思太深，还得再看看。这2剑断了生机，可看上去还活着，怕是最后一口气了。兄弟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杀我？看来是不想说。他不是不想说，是不能说。怎么讲？我看了，这人神智受损。神智受损？刚才出手可不像。看，整个甲胄内部都刻了。是什么？其中奥秘，就怕要问车上的人了。你看，这是什么呀？那红甲人身上的。这面刻的是什么？瞧着诡秘，这世上怕是没人知道底细了。小子心思不正啊，拐弯抹角来探底细。前辈知道。知道你就说呀。这是真气，真气。这符箓是用特殊材料刻下，作用是流通真气。真气在这些纹路中流通，不仅仅是流通，还能储存真气。最奇妙的就是，这符箓将真气传入这里，脑袋里。所以说，外面那人不是天生神力。这红甲阴损得很，等于是培养一批死士，再用甲内储存的真气助其伤人，所以我才下了杀手。那里面的人，
宁死也不会投降。人埋了也就算了，怎么还把那套甲带走了？如此手段，研究看看。前辈说这福将红甲一共5具，虽说这次只来了1具，难保下次不会全都出现。谁说这次只来1具？方才在树林里还有3具等着。就刚才？那为什么没出现啊？当然是怕了老夫了。哎，等等，这样加起来也不过4具，还有一个呢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不好，宁峨眉，世子，世子，遇袭了。世子，有一红甲人偷袭凤子营，结果如何？是在下无能，凤子营死伤了40多人，都无法留住那个人，只是将其逼退，最终还是被他逃脱了。宁峨眉甘愿领罪，只求世子饶了凤子营剩余的将士。按北凉军律，作战失利，兵将无能，是何责罚？最少鞭挞，最重斩首。我们这边也遇上了红甲人，他们2个对此可是束手无策。你能将其逼退，已是难得。我再多问一句，激战中，凤子营可有未战后退之人？一步未退，只有战死了凤子营，没有逃命的北凉兵。好，死伤过半，勇战不退，可称骁勇之士。此战凤子营勇战得胜，有功无罪。起来吧。宁峨眉替凤子营谢过世子。你把剩余将士带回北凉吧。现在看来，此去东行怕是条死路。北凉铁骑何曾怕死？阵亡的士卒要不要回家？你把他们带回北凉，然后再赶回来。我会放慢速度等你。收买人心的手段不错，新兵的不好说，剩下的兵卒恐怕会为你战死。凤子营没那么容易被收买，我也不愿他们战死。你是世子啊，他们为你死是天经地义。我接手北凉就是为了颠覆这样的天经地义。这小子有点古怪。不说我，前辈方才那2箭惊天动地，我还是忍不住想问前辈名号。我用剑，你可以猜猜。不用猜了，他是李纯刚。小丫头，你怎么猜到的？剑神李纯刚。 60年前，剑神李纯刚横绝一世，一把木马牛战遍天下，未逢敌手。你的剑我听说过，连我自己都快忘了自己是谁，又有谁还能记得木马牛啊？原来你当时听见了。60年，您今日几岁了？修真气的活得都比普通人长。 你小子一身大黄庭伽蓝，比我还能熬呢。那既然是上一代剑神，你的剑呢？江宁，不能问吗？没什么不能问的。与王仙芝一战，我的木马牛被他双指折断了。王仙芝赢了，剑都断了，当然是他赢了。然后你要去挑战王仙芝？我就拿个剑匣，不一定非得挑战他。 你知道徐丰年要去武帝城？知道。那你还去？你以为我躲在地下是因为败阵断剑怕了王仙芝吗？难道不是？大家打输了有什么可怕的？我躲着，只是因为我发现自己是个蠢货而已。
世子，咱们要是绕道而行，1天不到就能离开雍州。如果走后山，恐怕要3个时日。我知道。世子，车里真是李存刚？应该不假。这都怎么了？一个名字变成这样。那可是剑神李存刚啊！江湖代有奇才出，这一位独占鳌头50年，他当年的剑法那是冠绝天下，这风采宇内无双，真是令无数侠女痴迷，天下剑客敬仰啊！顾兄，你也痴迷李剑神吗？我可是听他传说长大的，对我来说，他就像剑神林凡一样。青鸟好像没反应啊。我就是个丫鬟，嫌贫爱富的，对穷老头什么的没兴趣。姓林的，你呢？吕钱塘，你呢？吕钱塘，我好歹是个读书人，他若能考上状元，我便钦佩。这闷葫芦。咱们抓紧赶路，晚上住观里，遮风挡雨。怎么感觉世子越到青城山，就越高兴呢？你怎么知道这儿有个道观？我掐指能算。那可真厉害。世子，这道观有些古怪。哪里古怪？后院的树都被人给伐了。哦，都用来烧火了。烧火了？当时找不到木柴，就把树都给砍了。啊，原来世子来过。3年前跟老黄住过这儿。你过得也不容易啊。苏兄和吕钱塘出去捕猎了，看看能不能搞些野味回来。要我说，还是人多好。上回我跟老黄窝在这儿，饿得头都晕了，就没人愿意出去找吃。怎么？什么东西？砸人啊！凤子英不在，今晚就是最佳机会。那个吕钱塘之前不是读书人吗？看起来身手一般，我们就把他当做突破口。你倒是挺了解的。哎，你听到我说没有？就这么说定了。
兵素人呢？看这石碑，先皇御笔。不管你是何人，下马说话。这字儿也不怎么样。找死！布阵！神霄剑阵，谁破一个给我看看？还是换人吧，他可破不了神霄剑阵。这小子是不是变强了？用的是赤霞剑诀，很高明的剑术吗？高明个屁！靠气血内爆才借来一点力气，用的越多，伤的越深。练这个的都活不久。他怎么学会的？王爷给他的。许孝匡的。他不知道用这功法会害他自己性命。知道。你真的想好了？此剑法虽然威力很大，但凡是练它的人，死的都很快。若我用命来拼，能换人家一线生机，我死1000万次，都心甘情愿。给他吧。咱们猜猜看，他还要撑多久会有劲灯火？我猜1个时辰。帮他破阵。我世子说什么，就是什么。卑鄙！你们这么多人打他一个，还说我们卑鄙，没道理吧？
刚才是一消阵，现在才是真正的神霄剑阵。很强。唯有李先生出手，方能破阵。你不出手？你拜师我就出手。不出手拉倒。我也试试这剑阵。世子，世子，却莫以身试险。是我惹的祸事，不能躲在一边。我陪世子冲阵。世子，死伤者已送回北凉，宁峨眉率凤子营归队。来得正好。先皇留下的石碑，天下闻名的神霄剑阵，敢不敢陪我冲个阵？列阵！阁下到底是谁？徐凤年，北凉世子。这青城不是北凉，你率众闯山，到底想要什么？有个叫老孟头的土匪，还有一个叫小雀儿的丫头，再就是和老孟头一块儿的山贼，有一个算一个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没见过，那就没得谈了。徐哥哥，小雀儿，青城王吴灵素。世子远道而来，何不入青城山，观赏山色？好，世子一人入我青城山即可。世子不可。好，我一个人上去。辛苦了，都退回去吧。还没到青州呢，你不能死。当然。做好准备，如有变故，马踏青阳。这小子是傻了，真的就一个人静起来。你这丫头也不担心啊？万无一失的局面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你是说我肯定会出手救他？不如赌500钱。徐凤年不用你出手，一样能化险为夷。这小子刀法还未入门，不可能有这本事。赌不赌？赌。能溜进去吗？到了。小雀儿，你先进去。我没想到，世子还真敢进来。把人给我。闯青阳派，就是为了这个山野丫头？你开条件。
刚才为你闯阵的那一男一女，是你的侍卫吧？对青阳派无礼，我要他们的命。可以，把人给我，那2个交给你。世子现在就出去，把2个人都拿来。买卖不是这么谈的。这不是买卖。世子入了青城山，命就在我手里，你没得选。这就骗不下去了。你觉得这小子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谈不了就打呗。他还敢动手啊？怕什么？现在骑虎难下的是那姓吴的。你找死吗？我给你一个机会，把人给我。可现在，你的命在我手里。凤子英就在大门外，所有人都看见我跟你进了青阳派。你想杀我，先想想自己有没有本事杀光门外所有人。只要走了一个，徐骁就会带着北凉铁骑踏平青城山。杀了你，我即刻回京。我就不信徐骁能飞过来找我。不用飞，京城会把你全家绑给北凉。胡说！用你一家性命换徐骁收兵，一本万利。你输了。你一早就明白这局面了。这有什么难的？区区一个青阳，怎么敢明面里杀北凉世子？所以徐凤年孤身入山门是有恃无恐。这家伙贼得很，怎么会去送死？没想到你是他的知己啊！你才知己，记得500钱。世子名不虚传，贪花好色吗？难怪他一直夸你。谁夸我？说什么呢？行了，人你交给我吧。京城那边就说我仗势欺人，皇室不会怪你。不急，有人想见你。老孟头没死，有眼光，有胆识，世子很了不起。姑姑，凤年，姑姑，赵玉台，你认识？我躲在听朝廷底下好些年，徐骁夫妻每次来见我，他都守在边上。他是徐骁的人。你知道徐凤年他娘吧？王妃是府上第一个对我笑的人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。他娘姓吴，来自剑冢吴家，是吴家上一代剑冠。吴家的剑主都有自己专属剑士，与剑主一起长大。这么说，他是王妃的剑士？名为剑士，跟似姐妹。难怪叫姑姑。姑姑不哭，不是哭，是高兴。当年我娘死后，姑姑就没了踪迹，莫非是被她囚禁此处？他是你姑父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当年游历，你和他们相识，你这身份有许多人盯着，你的朋友就是你的弱点和把柄。我把他们带到青阳派，也是为了保护他们。是啊，徐哥哥，这里的人都对我很好。那老孟头去哪儿了？他们都悄悄地送去了北凉辖内，如今有了田地，过得非常的好。师傅说我有天分，如今我也是神霄派弟子了。你拜姑姑为师了？他拜在你姑父门下。可他不是皇室御赐的青城王吗？
这么多年青阳派仇视北凉，全是假的？是反间，替北凉盯着京城呢。这事徐骁知道？自然知道。你们俩好好聊着，我去周围看看，免得让人瞧见。徐哥哥，我待会儿再来找你。我这些年做的事，稍有疏漏，就会天翻地覆。大将军不敢泄密，也是怕我遇到危险。真是大手笔。青阳派竟是北凉暗线，将来铁骑若出北凉，青城山便是通途，再也掐不住北凉咽喉。不仅仅是青阳派，我真正做的事，比这更重要。还有什么事能比得过这手笔？这些年，我一直在查害了小姐的凶手。啊？谁？世子，快走！姑姑没事，自己人。你家的事我懒得听。你怎么在那儿啊？都怪这老头。有梯子吗？我现在就下去。江妮，我家丫鬟。丫鬟，通房的？不是。这还没出来，咱们冲进去。不用了，李剑神跟江妮已经不在车里了。你是说？应该已经进去了。那就好。剑神在，世子可保无忧。哪个剑神啊？哪有第二个剑神啊？独臂的便是李淳罡。他还没死啊？还没。前辈见谅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敢问前辈，世子呢？里面。那您怎么出来了？早饭吃多了，有点困，我先睡一会儿。放心吧，我把江妮留里面了。这把江妮留里面有什么用啊？既然前辈回来了，那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大事儿。那我先退出去。不用退。姑姑接着说，我的事儿不用逼着他。您刚才说您一直在查害我娘的凶手。是。小姐过世起，就一直在查。查出具体结果了吗？小姐离世时，奴婢和大将军才发现她身负重伤。可小姐不肯说出害她的凶手是谁。对手太强，娘是怕报仇害了全家。这些年，我一步步排查日子，细算因果，大概能猜出她何时受的伤。当年小姐曾独自进京，她的伤应该就是那会儿留下的。具体什么时候？那时正怀着世子。凶手人在京城，查出是谁了吗？还没有，一点细节都追查不到。可查不到，本身就是个大案。凶手权势滔天，才能在京城抹去所有线索。大将军让我在青城传出你姑父采阴补阳的好色名声。徐骁这什么路数啊？大将军有话让我转告。他说，你不愿用大将军的方式接手北凉。是。那些山匪，世子杀了吗？杀了。换做大将军，他也会动刀杀人，为亡魂复仇。那些山匪是他安排的。是。
官府四面围堵，就是将他们逼到青城。这些人是为世子石刀锋的。大将军还猜到你会孤身闯宫，他事先就说过，这心机手段和他行事并无二致。他说你想走一条新路，可到头来，都在大将军为你铺好的路上。我知道，世子始终记恨，大将军不肯追查小姐的死因。世子，你要明白，此事牵连甚广，必须保密。我明白的。大将军说，你不愿杀人，可事实证明，该动刀的时候，你一样不会手软。世子和大将军，其实本质是一样的人。不，我和他不一样，我不会牺牲家人。世子和大将军的事儿，我不便多说。可大将军和我说了，等你闯上青城，我就把这些年追查到的所有细节都交给你。从此以后，无论多少年，哪怕我和大将军都不在了，可你一定要追查下去，替小姐报仇。他不说，我也会查下去。世子，稍等，我去给你拿些东西。好。抓得太紧了。这儿已经离青阳派很远了吧？青阳派太瞩目，小姐喜欢清静。这是什么？我和小姐出自吴家。我知道，吴家剑种曾是天下剑道之宗，早就不是了。李淳刚、邓太阿、剑九黄，天下用剑强者层出不穷。吴家气运上，已然输了半筹。毕竟底子还在。有底子，也有规矩。当年吴家不许小姐和大将军相近。小姐和吴家决裂，白马走辽东，两人才走到了一起，也才有了世子。吴家一定气疯了。吴家人走后，佩剑都要回归剑种。可小姐已被吴家逐出家门，她的剑已经是回不去了。所以我把小姐的佩剑就封在此处。小姐走之前和我说，世子若是选择习武，她的这把佩剑便交给世子。北凉纵横天下，小姐手中剑曾让天下英雄低头。小姐还交代，世子若是将来遇到恰巧习剑的好女人，就当是小姐送的聘礼。我怕是遇不到娘亲一般女子。只要是你喜欢的女子，便是天下最好。山里的大家伙，你就是小雀儿。大家伙是老虎吗？是怪物。
说是怪物也不为过。它是青城山的一只异兽，名为虎魁，凶悍无比。姑姑见过，交过手，他奈何不了我，我也奈何不了他。是在争斗。奇怪了，青城山并无野兽能与他对敌。徐凤年，等会儿就回来了。徐哥哥人挺好的，还教我吹叶子。当时我就想过了，有机会要亲自做个媒，给他找个好姻缘。不过现在有你了。等一等，什么就有我了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也没替他找到合适的，就是可惜，总觉得他该配天上仙女。走吧。这就走了？小雀儿，要不要跟我们一起？徐哥哥，我刚才已经把你的事儿放下了，放哪儿了？所以我就不能跟你走了。啊，留这儿也好。这次时间太紧，等我出行回来再来找你。好，我等你。一言为定。怎么了？我替你可惜，你都不知道，仙女你都错过了，便宜你了。我错过什么了？怎么就便宜你了？别问了，这是你娘给你的。大梁龙雀，我娘的佩剑。你不是学刀的吗？这也是我娘给我将来媳妇的聘礼。拿剑做聘礼，有点凶险吧？给。你干嘛？你是我丫鬟啊，你不替我捧剑，还我自己拿着啊？是这意思。不然呢？没不然。你姑姑呢？姑姑不能送我出去，不能泄露我和姑姑的关系，要让天下人觉得我与青阳派为敌。我明白。所以你也不能从大门走。我进青阳派，背个剑匣子出去，说不过去吧？所以呢？所以你从侧门走，从林子里绕到前面山路去，我让马车在拐角等你。10万行不行？20。成交。我是不是要少了？不对啊。等会儿，你记住啊，贴着林子走，千万别进山。我又不傻，能不认路吗？你记好了。哎，出来了。今日所赐，徐凤年铭记在心，你且等着，终有一日我会重返京城。让他走吧。是这边吧？
听着吼声，像是遇到了绝境。奇怪了，这什么怪兽，敢和虎魁争斗呢？韦爷轻聊，随我进列。怎么鸟叫都没了？徐凤年。 是你吗？受经过，江宁，不会遇险了吧？应该不会。你就不怕我把这些话告诉徐凤年吗？随你怎么说，你有想要的东西，他们只会更放心。你们林家若是知道百里报不绝，我也可以为你效力。我叫吕钱塘。江宁，没事吧？你看，怎么了？哇，虎魁已经死了。 也不知道是什么杀了虎魁。我看见了，从我跟前跑过去的。他没袭击你？没有，他都没停，直接跑。长什么样？跑太快没看清，就看见是黑白杂色，而且背上还背了个人，一晃而过就看见背影，还扛了一根向日葵。江湖上有这号人物吗？倒没听说过。小心，没死透。 是母兽怀胎，幼兽就要出生了，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。虎魁出生，睁眼看到的便认作父母。若是幼兽第一眼看到世子，便能收服此等怪兽。 哟，先出来的是雌的，后出来的是雄的，那就是姐弟了。他马上睁眼了，让他看到世子。母兽浑身是伤，唯独腹部安然无恙。 他一直拼命护着这两个孩子。魏爷爷，天机气运都可以靠实力争夺，但母亲不该被夺走。小家伙们，这就是你们的娘亲，你们看好了。 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
千万别忘了。他的眼睛。你们的娘亲死了。还真把世子当亲人了。我可不是你们爹啊，千真万确，没骗你们。哎，这么凶！这个不能咬，这是自己人。天意使然，这两只虎魁天生就应该跟着世子。总要有个名字吧？你是姐姐，那你就叫菩萨；你是弟弟，你叫金刚。这哪能听得懂？对呀，菩萨，金刚，菩萨，金刚，菩萨。真听懂了。金刚，长姐如母，这是管着弟弟呢。我能摸吗？别怕啊，没事的。这么小就有鳞片了。哎，他们的母亲是双脚，他们为什么是独角？颜色还不一样。长大了就会长出双脚，颜色也会变化。世子，虎魁浑身是宝，鳞甲做成甲胄，刀枪不入，不比富强红甲差。把它埋了吧。什么都不要。他把2个孩子托付给我，足够了。出发吧。哦，怎么走？越过青城，改走水路，顺江而下，直奔青州。上车。嘿，哪来的小虎魁啊？嘿嘿，倒是有胆气啊！嘿。小子，前辈，哎，别过来！别咬我！别咬我！停一停，别瞎看着呀！金刚菩萨，回来！还有，金刚。你们2个别乱咬人，也就是前辈宽宏大量，他要是动了杀心，我可拦不住啊。嘿嘿，别拐个弯求情了，我还不至于对这2只小家伙动手呢。那我替他们谢谢您。你这小子也真是踩了狗屎啊！再过几年，这2只小家伙都可以顶个1品高手了。我收养他们，没想着养成高手。人都会变的。前辈找我有事？光修大黄庭，不练招式，一样是个废物。秀东出鞘。前辈要指点我。刀痕在上面，太高。行，手指弹刀身，试着砸碎核桃。
这核桃甲板不能留痕迹。再来。哎，千剑草纲白看啊，剑术剑道的平衡在哪里？看什么？我知道你用的是刀，可道理都一样。千剑草纲就读了个开头，没往下看啊。为什么不继续往下看呢？那不是您说那书写的荒唐、误人子弟吗？是啊，那就想想那天我用水珠破红甲的场景，我那弹指是怎么运镜的。好好磨练吧，就你这悟性，怕是够悬。只许碎一个核桃，不要伤及其他。世子可知吴家剑种？当然知道，剑仙辈出人间禁地。吴家近几年出了一名天才剑士，20岁便出剑种，挑战天下剑士，从无败绩。此位便是吴家新一代的希望吴六鼎。说完了吗？我还有美言。先生在青州是在等徐凤年吗？与你何干？靖安王府愿为先生打探徐凤年行踪，一有消息立时奉上。你想要什么？能一睹先生出手，心满意足。这吴家人为什么对徐凤年出手？徐凤年的母亲曾为徐骁反出剑种，如今新一代算旧账来了。还在练呢，给你提个醒啊，过几天要是练成了，记得叠2枚核桃，然后呢？然后弹刀下去，核桃锯碎，船板没事儿。我已经做到了。怎么可能？中午才练的，你可别骗我啊！你小子倒是有点悟性啊！让你坐这儿发什么愣？我想试试3枚，但试了好几次，都没出毛。用力的时候，最下边那一枚会被弹开。难道说2枚就是极限吗？知道剑招和剑意的区别吗？刀。刀没动，怎么碎的？这便是剑罡。光看没用，把穿雷悬在袖东下，细心感受何为剑罡。感受到了，是气劲凌空，内息破体，透冰刃而出。剑罡本质上就是真气的运用。以你大黄庭的功底，多练几次也能试出来。那这剑罡可比剑招厉害多了，剑招可没这效果。刀再放。这次又有不同，好像有力道击打，逼迫春雷脱手。这就是剑招。你摸一下袖东的刀面。感觉没动，但其实有细微震动。第2指击打，袖东看似未动，
其实已经以极快的速度弯曲6次，击打春雷，然后再接力恢复正常。弯曲6次，都没看出来。上乘见招，快如奔雷，稳如五岳。小子，你要学的还多着呢。那这剑招与剑罡，孰强孰弱？老夫以剑罡破敌，便是剑罡厉害；老夫用剑招杀人，剑招便胜过天下剑罡。明白了，您最厉害。你果然有悟性。剑招剑罡，自己琢磨，不几日便到青州。不到万不得已，老夫懒得出手。能不能躲过明刀暗箭，看你自己了。多谢前辈指点。我没想指点你，是欠了人情，拿你来还。谁能让您欠人情啊？逆袭破体，透兵刃而出。前辈，我练出剑罡了。你那是刀罡，有道理。就这么点力气，杀只鸡都不够，慢慢磨练吧。这小怪物，修行的速度比老夫当年还快。